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2023年还可以买房吗？如果你希望跟我们投资人一样，在最便宜的时候买入房子，然后在最贵的时候卖出，今天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今年绝对是财富大转移的时机，可能每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，所以听清楚了。在买房的世界，有很多有钱的韭菜，这些人的财富都将会流进你跟我的口袋里面。很多人以为买得起房的人呢，肯定是比较聪明的，其实不然，因为有些人靠一些技能赚到了比普通人多一点点的钱，让他们在早年的时候买得起房，成为了中产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懂得投资房子。事实上，市面上有很多比较恶心的所谓专家、中介，他们自己就买不起房，就单纯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利益，然后就去害了这批有技能的中产，让他们成为了韭菜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2022年美联储开始升息了，我们的房价谁都知道肯定会出现回调的时候，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就等不及冲了出来，说自己可以预测房市，说房价将会崩盘，然后结论就是叫大家不要买房。但他们从来都不敢提有能力买了房的那群人该怎么办呢？他们只论述了事实，不提供解决方案。所以如果你有点智慧，你从逻辑就能推断出这些所谓专家的喊话是跟谁说的了，就是为了吸引那群买不起房的人，为自己增加曝光和流量。很简单，买不起房的人，他们依然还是会买不起房嘛，但他们忽然间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，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，然后就非常的兴奋。因为房价下跌之前呢，他们不去买，就搞得好像自己看对了趋势一样。当他们本来就买不起，其实没有任何选择的时候，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到处在网上评论，说自己非常认同这些所谓专家的观点，不断的散布房价肯定会崩盘的文章，说房价是拿来住的，而不是炒的。现在已经贵得很离谱了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才可以得到一点心灵的慰藉，才可以突出自己。因为在现实里面，他们就是那堆被奴役的人，也只有这样，他们才可以看见买房的希望。他们以为当每个没钱买房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散播负能量，这样就可以推倒房市了，然后自己就可以买得起房了。所以其实蛮好笑的。你想如果房市真的如他们所愿，真的崩盘了，他们有机会买得起房了以后，他们就会变卦，开始唱好房市，开始说房价会暴涨了。这个就是人性。但重点来了，有一些买了房的人，他们对房市的研究其实不太深的，所以他们就很摇摆不定。这时候他们看到所谓的专家叫人家不要买房，看到有一堆人说房市会崩盘了，然后心态就炸了，就找了中介赶快把自己的房卖了。所以大家可以在新闻上看到一些房子以低于市价的价钱出售。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些低于市价的房子是特例还是常例呢？如果你真的有去看盘，你会发现你根本不可能买到这些房子，你会发现房价依然还是那么贵，因为这些减价的房子还没有挂出来之前呢，就已经被人家买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一旦市面上出现一些低于市价房子之前呢，就会被我们专业的投资人买了。因为我们长期有一些相熟的房产中介替我们捕捉了这些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中介赚我们钱是很容易的，我们可以马上付钱嘛。就好像我1个月之前送给了我妈一套房子，我们只看了半个小时就付款了，因为没有什么好看的，我们已经很熟悉那个区域了，所以只要价钱足够的便宜，其实没有什么考虑的。而那些中介就省了很多时间成本，他们不需要花几天带一个新的客户去到处看盘，最后那个客户还不买，而我们投资人是直接付钱的。而且我也不介意给他们高一点的佣金，因为我们买的便宜就等于赚嘛。那如果你是中介，有这些便宜货，你肯定也是留给我们投资人的。所以这些买了房但心态炸了的人呢，就会成为我们收割的韭菜，我们去接他们的血盘，他们替我们承担了所有时间的成本。而我告诉你，这样财富转移的机会同样也会属于看到最后的你，因为我将会公开我们投资人整个买入和卖出房子的时机、方法还有策略。你会发现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希望我们破产的，但是每一天我们的财富都比前一天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真诚的帮人，
我把我所有赚到钱的经验毫无保留的分享出来，也得到了市场的验证，有无数粉丝回来报喜，因为他们跟着我们的脚步得到了财富自由，我很欣慰。如果你希望成为我们的同路人，你一定要为这部影片点赞撑腰。而这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，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你只需要跟其他40多万的兄弟姐妹一样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毫不费力的开启小铃铛。好了，无论是股票还是房市，都有一个周期的。你会发现，我们房价的历史永远都是跟着这个规律去走。只要你弄清楚这个周期规律，你就懂得如何低买高卖了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你不能不相信历史，对吧？大家看，很简单，不复杂的。中间这一条黑色线是房价的平均中位线，就是说整体房价走势。而它上面红色这一条是强势房子的价格走势。比如说台北、上海、香港、启德等等区域的房子，就是一线地区，你可以理解为蛋黄区，它们都是凌驾于整个房市的。而下面这一条蓝色线是弱势房子价格走势，你可以理解为蛋白区，甚至蛋壳区。通常我们看见新闻报道说，房价暴跌的地区呢，都是这些蛋壳区，而蛋黄区暴跌呢，你是很难找到的。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先知道，因为这牵扯到要买什么房。之前的影片有详细的教了，有兴趣的等一下看。而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幅图划分成4个阶段，分别是第一个阶段春天虚势期，第二个阶段夏天暴涨期，第三个阶段秋天衰退期，第4个阶段冬天探底期。这里的春夏秋冬呢，只是比喻，冬天指的是比较冷淡，夏天指的是比较狂热，不是真的说这4个季节啊。那我们先说第4个阶段，冬天探底期。为什么房价会探底啊？主要是因为经济低迷，然后政府还去高压的管控，比如说升息啊、增税啊、限制一人只能买1套房啊、限制公司不能够买住宅啊、限制买了以后几年不能卖啊等等，这些都是历史上政府比较常用来压制房价手段。记着，政府的目的呢，不是要推倒房价，因为政府有很大一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卖土地和房产税的。而且你想一下，有多少行业是跟房地产有关的呢？建筑啊、钢材啊、水泥啊、房地产开发啊、房仲啊、物业管理啊等等。如果房价崩盘了，那些买了房的，也就是收入最高的和交税最多的人呢，都变成负资产的时候，那政府也跟着会没有收入，也就没有钱去补贴底层的人，而底层又有大量的人失业，这时候整个经济也就会跟着崩。所以我们的房价就好像一辆大卡车一样，当它的速度跑得太快的时候，政府就轻轻地踩一下刹车，减低它的速度。注意，我们只是轻点刹车，而不是倒车啊。等到它的速度稳定了下来，我们又会踩油门的。比如说2022年美联储大幅度的升息，房价就好像踩了刹车一样，进入了冬季。那这时候呢，强势的房子，也就是红色这一条线，它也会跟着跌的，但跌的少一点、慢一点，甚至不怎么跌。而弱势的房子呢，也就是蓝色这一条线，它就会跌得多一点、快一点。但升息只是短暂的，因为每次的升息呢，虽然都可以有效稳定房价，但经济也会出现衰退的情况，所以通胀、降息还有疯狂的印钞才是常态啊。当这利息生无可生的时候，房价就会从第4个阶段进入第1个阶段，春天虚势期，政府就会放慢升息或者不再升息了，甚至会逐步放宽一些政策来缓解经济的低迷，比如说不加税了，增加一些补贴啊，引入一些人才啊，或者降低跟银行借钱的门槛啊等等。那这时候整体的房价依然还是会处于一个微微下行的状态，我们投资人叫过整盘，但其实里面的分化是非常严重的。红色线的强势房，它已经开始提前反弹上涨了，而蓝色线的弱势房还是在下跌，甚至跌得更加厉害。为什么？我们说从冬天过渡到春天，中间这一段时间呢，就叫做磨皮期。经济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，很多人的收入都减少了，比如说他们买股票亏钱啊，失业啊，甚至因为升息导致他们房贷压力增加，所以很多人都在死扛。但是只要磨皮期再长一点，这样的现金流呢就会断裂，就会扛不住。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在左侧去寻觅强势资产最好的时期啊。有眼光的投资者就会趁着有便宜货，不断的买入蛋黄区强势的房子。那强势的房子的需求呢，就会不断暴增。
但由于本身持有强势房子的房东，他们都是一些有实力的房东，比较不会扛不住的卖房，所以强势房的供应是很少的。那么在供应少、需求大的情况下，就很容易推高强势房的房价。相反，那些蛋壳区、蛋白区的房东相对实力比较低的，有大量的人都扛不住了，要买房啊，所以就造成了房子的供应比较多，但是想买房接盘的人却比较少，需求比较少，所以弱势房就会出现了有价无市的情况。那么听到这里呢，有智慧的你可能已经有感觉了，2023的现在其实已经处于这个冬末春初的阶段了。美联储一再喊话要放缓升息，而中国内地已经在降息了，甚至还准备对外开放。很多因为钞票泛滥而无条件升息的地方呢，比如说台湾、香港，他们也不敢跟着美国大力的升息，只能偷偷的一点点的升，来防止货币大量的流出而导致大贬值。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左侧交易的买点，因为调控层面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。就是房价从之前不断加速前进的状态，经过政府踩刹车，恢复到平稳前进的速度。而虽然是冬末初春来了，但到春寒呢，还是会冻死人的。那些借钱炒股啊、借钱创业的人，很多因为疫情经济不景气，导致资金链断裂了，或者听信那些房价会崩盘的负面资讯呢，所以就只能卖掉他们的好货，强势房。因为这些人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是要去撑的，是要去扛的。而当他们要卖的时候，一定是他急着卖，撑不住的时候，这时候就是我们左侧交易的机会，就是去打击这些做错节奏的人，这是他们卖出好房的代价。那很多人最想问的问题来了，听我是听懂了，但是我没钱啊，我还是把握不住这些机会怎么办啊？你想过为什么疫情这么多的企业倒闭，而我和我的弟子却年赚7位数美金呢？我告诉你，所有赚钱的方法都必须要跟对趋势，投资如此，创业也如此。我们第一批富起来的人，就是当初下海创业的人，而后来每个人都创业，就开始看谁的销售比较厉害，谁能够把货物卖出去，谁的渠道广，谁就能够赚到钱。再后来就是玩电商、网店，卖的又便宜，成本又低了。你会发现这些赚钱的方法，你现在都能够听懂，你现在都觉得很简单、很容易。但为什么当初你不去做呢？就是因为你缺一个真正有结果、真正能够赚到钱的师傅，在趋势风口的时候带着你去赚钱。而今天的趋势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在这里。你现在也不认识我的情况下，也去跟着我的思维做连接。很多人说我没有钱，我无法辞职去创业。我说有钱还创什么业？谁叫你辞职去创业的啊？在自媒体的世界、互联网的世界，都是零成本的创业。如果 YouTube 25亿的用户，每个人给你1块买你的服务和产品，你就有25亿。如果同样100万预算的业配，不放在街上的广告牌，而是放在你的频道，你就有100万。而这只是普通人很低级的理解。我所教的网络生意真正的玩法呢，是利用互联网7天24小时的特性，去打造一个自动为我们赚钱的品牌，让我的弟子去躺着收钱，可以到处环游世界，这个才叫做财富自由，而不是有了财富没了时间，没有了自由。我们是前期勤奋打拼，后期越懒惰越赚钱的。如果你希望成为我其中一位弟子，什么都不说了，我准备了一个价值$300的2023年全新培训营。但是现在只要你有订阅我，为这部影片点赞，那么不需要300、200、100，甚至10块、1块都不用，完全免费的把我的商业机密私下的传授给你。你只需要毫无费力了，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，就可以获得我所有的成果。那么2023年，你是继续不断在拿命换钱的轮回呢，还是成为我的弟子，跳出舒适圈呢？我希望你尝试了，哪怕输了，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，对吧？好了，当春天过后，然后就是第2阶段，夏天暴涨期。这时候政府就不仅是放宽政策那么简单了，他们会大力的刺激经济。比如说09年、2020年的时候，美联储大力的降息，不断的印钱，告诉你借钱是没有成本的，让你不断的借钱做生意，借钱去买房，甚至有些地方会减税，鼓励你一个人买几套房等等。从以前增加你买房的难度，变成了促进你去买房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那段时间整体的房价就是在不断的破顶，因为政府已经在踩房价油门了。
那这时候红色线稀有的强势房已经涨了一波了，然后现在更加的会暴涨一波啊。而这时候你又会听到很多人说房价贵得很离谱啊。当强势房暴涨，本来买得起强势房的人呢，就变成买不起了，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去买那些弱势的房，继而把蛋白区甚至蛋壳区的房子都拉了起来，这叫做比价效应。那么当房市超级狂热的时候呢，就会进入了第3阶段，秋天衰退期。房价这大卡车冲得太快的时候呢，政府又会喊话说准备打击房市，调控的政策又会再次的到来啊。这时候大家千万别怕，因为不像股票，我们房价这辆大卡车呢，有一定惯性的前冲期的。2021年底刚开始说升息的时候，房价整体都是上涨的，那这就是我们资产掉片的最佳时期啊。我们会看见强势的房子从暴涨变成微微的上涨，甚至不涨不跌的盘整，而弱势房无缘无故的都被炒贵了。那些蛋白区的房价居然也卖得很接近那些蛋黄区，那这时候买了强势房的人可以选择卖出，甚至去银行抵押，目的就是套现出一笔现金去等待第4阶段，也就是一开始说的冬天探底期的来临啊。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买入多一套的强势房。而散户大多数就是在这段秋天狂热期，听着那些所谓专家的吹捧，进场去接盘弱势房的。你可以发现市面上有些所谓的专家呢，他会跟你预测房价，最可怕的是告诉你2023年房价哪个月份可以去买啊，房价什么时候会涨，什么时候会跌，然后就有人会去信。各位，这种人讲话是不需要负责任的。预测房价，难道你有水晶球吗？那你要不要预测一下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来啊？最可笑的是，他还说自己之前100%成功预测房价走势，这我真的笑了。对啊，这种所谓的专家就在秋天衰退期，房价还在上涨，快到尾部的时候叫人家去买房，然后在冬天探底期呢，就叫人家不要去买房，变相就是叫人买在最高，卖在最底嘛。对啊，他们是预测对了，房价是涨了还是跌了，但他也害人负资产了。各位兄弟姐妹能听懂吗？这种人呢，我们笑笑就好了，因为他们是专业为我们培养韭菜的，韭菜就喜欢看那种人讲话。那 OK 的，我们在冬末初春的时候砍他们价，接他们便宜的货就好了。记着，我们根本不需要去预测房价，也无法预测房价。跟你说预测的都是不需要对你负责任的人。我们要做的只是去分辨房价现在是处于哪一个周期阶段，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历史的规律去做相应的买卖。一定要想办法买入强势房子，因为它涨得又快又多，跌的时候又不怎么跌。我们买入了以后，其实不需要怎么去思考卖出这个问题的，哪怕你持有个几十年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所以为什么现在有的人说房价涨了，有些人说房价跌了？你能留言告诉我答案吗？其实很简单了，我们富人说房价涨了，指的是强势房涨了，而穷人说房价跌了，指的是弱势房跌了。能听懂吗？好的房产，你只需要在探底期左买，其实你后面怎么卖，基本都是赚钱的。因为好的房产在任何时候它有稀缺性，是很抗跌的。涨的话快一点多一点，跌的话慢一点少一点。哪怕它在冬天探底期跟随着大势有了一些小颠簸，随后它又会很快涨起来的。你知道这逻辑呢？现在我就讲真正可以让你富起来的最重要的内容了，注意听啊！你按照我左侧交易的系统和方法，就算你在市场最不好的时候卖出，但强势房它也可以作为你的底仓，去买到更多好的房子、更大的房子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我在左侧用100万美金买了一套强势房，在市况最好的时候，它涨到了250万，你没有卖出。等到冬天探底期，市况最不好的时候，它跌到200万，你才把它卖出了。那这时候你拿着200万，其实你是可以买2套250万强势房，或者买一套500万的强势房的。听到这里呢，很多人就疑惑了，就是他们理解不了怎么换房这个问题。他们留言问我，对啊，就算100万涨到200万，当我卖出去200万，我也只能买回200万的房子啊。其实不然啊，因为我们买房都不会全款买的，都是跟银行借钱买的。比如说原来的房子100万，我跟银行借了80%，自己付20%，也就是借80万，我自己付20万。那房子涨到200万，我把它买了，100万涨到200万，那我就赚100万嘛，加上我原来付的20万，
其实我有120万的资金，那么 OK， 我就只拿这100万的利润出来，去生出更多的利润。我自己的本金20万呢，我就放在银行应急，这样就可以完全无痛的赚钱了。亏的话也只亏我的利润，对吧？好了，这时候就厉害了，因为这100万同样是找银行借80%的钱，其实我是可以借到400万的，然后我自己出100万，那这时候我就可以买到500万的房子，或者2套250万的房子。能不能听懂啊？如果你还不懂，那我用台币或者港币做例子。比如说我买了一套1000万台币或者是港币的房子，我出了200万，问银行借了800万。OK， 哪怕它只是涨了一点点，涨到了1200万，我把它卖了，我是不是赚了200万？加上自己200万的本金呢，我是不是有400万的资金啊？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拿这400万跟银行借80%，我就可以借到1600万，然后自己付400万，我就可以买到2000万的房子啊。也就是说，我用200万通过借钱杠杆买到了1000万的房子，哪怕它只是涨了20%，我赚了200万。实际上呢，我是用200万赚了200万，我的回报率是100%啊。然后我就可以用400万买到一套2000万的房子，或者2套1000万的房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，普通人也可以财富转移的关键。因为只要你走进银行，只要你跟银行说你是借钱买房的，银行都会借钱给你，而且他出一大部分，你只需要出小部分，能听懂吗？当然这里面还有利息、税，还有杂费，所以我们一般买房都不是今天买然后明天卖的，一般我们买了就最少放个3-5年。我自己因为我的生意一直会给我现金流，我不缺钱花，所以我买了强势房一般都不卖的。我把这些稀有的地段囤积个几十年，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，我的财富都是自动翻倍的。所以我每一次赚到钱呢，然后发现出现左侧买入的机会，我就会买入。尤其是现在2023年，真正就是非常明显的冬末春初的阶段。对很多人来说，今年可能会过得更加困难，因为 Tesla、Facebook、苹果很多银行的机构，这些大企业都裁员了几万人。我在其他影片说，2022年股市、币市、外汇都会出现最坏的情况，教大家持有现金或者做空赚钱，这样去度过经济的危机。然后有的人就来攻击我，留言骂我说怎么会呢？经济越来越好了，疫情最坏的时机已经过了，肯定会涨上去的。结果呢，2022年平均散户亏损70%以上，专业投资机构也亏损了20%，我的兄弟姐妹反而赚了更多钱了。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，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看过我的频道。疫情最坏的时候，我教大家一定要跟我做互联网的生意，然后很多人反而卖房借钱去顶让那些实体的生意，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抄底，结果疫情越来越严重，直接手停口停，一辈子存回来的钱都没有了。现在又回来问我说怎么办，他说他错了。我虽然很纳闷了，但我还是为他们撑腰。我说现在还不晚。为什么我的弟子在全球经济最差的时候反而越赚越多呢？因为无论是投资还是创业，我们都抓住了趋势。而你身为一个新手，你没有钱投资，你就得去白手起家的创业。认真的听啊，接下来将会改变你的命运。未来10年，只要你敢低着头，在自媒体往死里干，你一定可以把握让你翻身、财务自由的商机。为什么大量的小孩只是把玩玩具、打游戏的过程拍成影片，他们就可以年赚过亿美金呢？为什么有的人在网上唱歌跳舞赚到钱，有的人在网上卖火锅能赚到钱，有的人在网上卖衣服能赚到钱，有的人在网上真的只是装傻也能够赚到钱，化妆、表演魔术、打球都能够赚到钱，赚钱真的太简单了。各位，万物皆可做自媒体啊！你缺的只是一个真正有结果的师傅，用一个系统化的教学来带着你，让你直接去复制他的思维、方法和结果。我的弟子只需要搭建好自媒体这个资产之后，只要有人点击他的影片，他就会有被动收入。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广告费的收入，其实不然，因为这样只是替 YouTube 打工，我们做的是在互联网上做生意。而 YouTube 只是我们选择的平台去搭建我们的品牌，而这个品牌是完全属于你一个人的，你可以无地域和时间的限制，赚到的钱完全属于你。我们人一天工作最多8个小时，而互联网是7天24小时的帮我们自动收钱的。也因为如此，
我们不是说赚到了钱却没有了自由，我们是把被动收入赚到的钱都拿去投资房地产，再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。你可以发现，疫情当大多数的人都不能出门做生意，而我们的客户却自动的在互联网上找上我们。你知道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最赚的买卖是什么吗？就是你的脑袋，因为我们的脑袋可以帮我们生出无限的资产。如果你不想再靠体力、时间去打工赚钱，把赚到的钱都奉献给老板，自己拿那一丁点的薪水，每个月交房租就没了一半，更不敢花钱，生怕自己出什么意外，这样就没人养的话，真的，你一定要在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。你要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的脑袋树立一个新的训练系统。首先从招式方面，我会给你一个系统的模板，就算你不懂 SEO、网络营销、演算法、设计、演讲等等自媒体所需要的技能呢，你只需要复制和套用我的系统，在你自己的身上就 OK 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商圈群组，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分享赚钱的第一手资讯、资源还有人脉。而现在加入，我还会私人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，你可以不需要再看书了，你直接就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，去听我不定期更新关于低谎术、销售和财富自由的课程。那么好消息是，现在加入还会有前期非常大的优惠，而坏消息是，这个优惠快要被我们团队取消了，因为我们只会随着内容更新而不断涨价。所以有兴趣成为我弟子的，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链接加入啊！好了，我们买房的利润率怎么算呢？是利润除以成本。当下丘的阶段，我们可以增加卖房的利润，来增加我们的利润率；而在冬春的阶段，我们就要减低买房的成本，来增加我们的利润率。所以现在2023冬末春初，我们就要打劫那些做错节奏的人所造就的血筹码啊！这些人因为资金链的断裂，所以就只能便宜的卖给我们。很多人一开始也许走的是对的，但是走着走着就开始走向自我自大的恶性循环了。就是一开始可能因为运气，可能因为正好站在了风口，买到了一些会涨的房子，就认为自己是房神了。但是如果他们不认清背后的本质，开始狂妄自大，比如说在秋天衰退期开始听信一些妖魔鬼道，借钱买了一些被动拉升的弱势房，他又掌握不了火候，又不能够去判断这种弱势房的交易窗口期，也没有办法去驾驭政策的变化，那他们就会被埋葬在里面，形成了一个山头效应。幸运的还有现金流的，可以等到下一个夏天，但倒霉的就会慢慢的在冬天被闷死。最恶心的就是当你的资金撑不住卖出弱势房的时候，它就进入春天了，它不再下跌了，慢慢的又开始涨了。这样就算你有钱买房，也只是轮回被收割的韭菜，你的财富就会转移到我们的手上。所以你一定要判断好听信的人，他到底有没有料，他教你的资讯，他自己有没有操作过，并且有没有得到成功的结果。而再次强调，2023就是冬末初春，记着，当房子回调下跌到一个价位，你买得起，你不去买；而当它涨上来以后，你才去买，那时候你就买不起了。所以每一年都有人喊话，房价太贵了，每一年都有人告诉你房价会崩盘，结果就是穷人越穷，富人越富。如果你不改变你接触到的资讯，一直去听没有结果的穷人讲话，那么你的结果可想而知了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